看过相关书籍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神仙十分厉害，他就是创始元灵。从名字来看，他应该就是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也是先天圣人的师傅，更是一切的开始。然而很多读者都在思考创始元灵的真实身份。我们总结一些洪荒流小说以及一些神话书籍，创始元灵的真实身份可能有5种，分别是盘古、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红军老祖。天地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宇宙还是一团元气，也叫做鸿蒙世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鸿蒙世界中诞生了一个神仙，他就是盘古。一些书籍中认为他就是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盘古诞生以后，他手持开天神斧，劈开鸿蒙，然后有了天地。当天地出现以后，盘古用自己的身体变化成了世间万物，成为了万神之祖。所以有一些人认为盘古就是创始元灵，而有些人认知中认为玉皇大帝比盘古出现还要早，更是天道的化身。在第7回的时候，如来佛祖说，玉皇大帝从小修炼，经历了无数次天劫，每一次都有129600年，最终才能成为3界主宰，掌管天地万物。在书中，盘古开天辟地，只不过是玉皇大帝修炼的一次天劫，说明玉皇大帝也有可能就是创始元灵。鸿蒙初判道为仙，常有常无，得自然一些。书籍中认为太上老君是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号称开天辟地之祖，更是元气之祖。在封神榜中认为盘古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因为开天辟地的神器就是太极图，也是太上老君的正道至宝，在书中也多次出现。记得书中还说，太上老君比天地出现还要早，并且是创造世间万物的神仙，更是万物之祖。也有一些读者认为元始天尊才是真正的创始元灵，也叫做元始天王，是天地间出现最早的神仙。据说元始天尊诞生以后便化身成盘古大神，在鸿蒙世界中开天辟地，后来遇见太元圣母，他们2人结为夫妻，并且生下2个孩子，他们就是东王公和西王母。在述异记中也认为元始天尊就是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更是3清之首，也是开天辟地的神仙。红军老祖是封神榜中的神仙，在洪荒流小说中也多次出现。记得书中说，红军老祖的前身乃是一团元气，后来成为了天地的化身。前面说了，盘古是在混沌宇宙中诞生，然而在《山海经》中认为混沌宇宙也是一个神仙，叫做混沌天神，也是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他也是红军老祖的前世。所以一些读者就认为红军老祖也有可能就是创始元灵的真实身份。还有相传创始元灵有4个徒弟，他们分别是红军老祖、鲲鹏祖师女娲娘娘和路亚道人。这4个徒弟都是先天圣人的师傅，也是不死不灭的混沌天神。红军老祖在封神榜中是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师傅，也是天地的化身。据说他更是天地间的天道圣人。在84回的时候，红军老祖第一次出现。记得书中说，天地玄黄外，吾当掌教尊盘古开天地，一气化红军。也就是说，红军老祖出现的时间比盘古还要早。然而在书中，盘古只不过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因此盘古在封神榜中是红军老祖的徒弟。在第1回的时候出现过一个上古正神，也是曾经炼尸补天的大地之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女娲娘娘。记得书中说，在上古时期，水神共工撞倒不周山，导致天柱断裂，人间生灵涂炭。这时候女娲娘娘在昆仑山之上炼尸补天，拯救了世间万物，成为了3界中声望最高的神仙，享受天地人3界的敬仰。相传女娲娘娘曾经在人间用泥土创造出了人类，后来成为了大地之母，也是传说中的地母一皇。在书中，女娲娘娘曾经还使用了一件法宝，命令了天下妖族，她就是招妖幡。因此也有一些书籍中认为女娲娘娘是万妖之祖。在道教神仙的5职中，具有较高地位和最为常见的5职之一乃是元帅。在降妖除魔的行军作战过程中，降妖除魔之主要将领也时常被称其为大元帅或者元帅。
元帅作为主要武职之一，主要用来指称全军的最高指挥、主将和统帅。在道教中，具有元帅称号的神仙往往是这个法术的最主要的统帅，其他各路神兵将领必须服从听命此元帅之神的调遣和命令。道教的元帅一直也有运筹帷幄、保国安民的职责。除了元帅之外，道教神仙的武职中非常常见、地位也比较高的，就算是将军、大将一类的武职了。拥有不同职能和地位的将军都有特别的名称，如三元将军、武德将军等等。此外，神仙称号中表明其官职的，与将军有关的还有上将军、副将、从将、子将、亚将、牙将、偏将等等。道教神仙职权的武职之中，除了元帅、将军、大将一类的武职之外，还有层次稍低一点的、等级各异的武职，包括卫尉、校尉、都尉、县尉、各类使节、公曹、郎、令长、巡查使等等。神将所持的兵器主要包括3类：一、传统兵器。道教神仙持有的兵器之中，最为常见的乃是传统军事学上被称为18般兵器的主要兵器，以及杵、杖、雷环、玉圭、香、铁锏、铁索、雷切、锤切、大石、神尺、夺、铃、撞、金钟玉锤等等其他类型的长短兵器。除此外，还有如弓箭、弩、雷珠、弹丸等等抛射类的兵器，以及包括金甲头盔、铁帽、铁冠、金冠、金兜鍪等和手持的盾、台等在内的防卫类兵器。由于作战的对象是妖魔类敌人，故降服他们仅仅依靠人间的钢铁制的兵器远远不够。为了能够充分地对付妖魔鬼怪，这些兵器都具有神力，比如伏魔刀、降魔杵、消魔智慧剑、灭魔剑等等。如玄天上帝启圣录中记载的一把名叫北方黑池球绞断魔雄剑的剑，对于此剑，玄天上帝启圣录如此论道：此剑名曰北方黑池球绞断魔雄剑，长7尺2寸，鹰72后，斧3斧，鹰3台，重24斤，鹰24器，阔4寸8分，鹰48节。子可佩此，居山修炼，降服邪道，收斩妖魔。2、运用自然之力的兵器，如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水火山风等自然现象改造成之力的兵器，以及与神兽相关的种种协同神仙作战的兵器，比如金龙、火龙、水龙、黑龙、赤龙、巨球、火犬以及鹰、凤、狮子、白虎、玄鬼、大鹏等等。3、其他类兵器。由于道教神仙对付的妖怪敌人同样具有法力，为此，出于实际作战需要，道教中有很多特别的兵器，比如符咒、八卦、镜、印、结、诀等等。这些兵器由于有神术和神力作为背后的支撑，故其威力远远超过了传统兵器，在对敌作战的实践中收到的效果也远大于传统兵器。道教神仙既然持有各式各样的兵器，那么这就往往意味着他们使用武器的武艺、降服妖魔鬼怪的本领肯定相当高强。道教神仙高超的武艺与其化险的外貌有关。道教中为数不少的神仙长有多耳多眼、多头多臂，身体长相奇异非常。这种身体构造为他们施展高强的武艺提供了便利。比如，由于长有多手，这类神仙往往能够同时在每一只手中分别持有不同的兵器，于是每一个神仙个体便可以同时持有许多种不同种类的兵器，而所持的这些不同类兵器又恰恰构成了一个合理的攻防布局。道教神仙高超的武艺还表现在他们降妖除魔的神通十分广大。他们有的会长啸，有的会喷火，有的会搬山，有的会遁地，有的会腾云，有的会变身，有的会召集千虫百兽，有的会调动仙界兵马。道教神仙中武将很多的原因。第一，道教的思想渊源是神仙武将化的前提。这首先是作为道教最主要的思想来源的道家学派中的军事思想，其中又以《道德经》中的军事思想最为丰富。《道德经》论及的军事思想已经涵盖了军事学思想体系所应当思考的几个关键问题，
比如战争在国家中的地位、战争的性质问题、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如何管理军队等等。道德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全面而深刻。王明先生在《论老子兵书》中指出，道家与兵家往往相通。此后，黄老学派的著作《黄帝四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也在《道德经》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常具有价值的军事思想。这些思想在传递到道教中去的时候，内涵的军事思想同样渗透于其中，一同被道教所传承。第二，保国护民治太平的道教社会理想追求。以追求长生不老、飞升成仙为目标的道教历来十分崇尚神仙。值得关注的是，令人艳羡的神仙固然是因为最终他们都得以不死成仙，但是从不少神仙的身份特征上看，他们身上时常透露出兵将的色彩。比如黄帝这位被道教尊崇异常的神仙，道教崇尚他的依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在军事领域取得的功绩，战败蚩尤、流传兵书、创作圣敌之术等等。为了平定妖魔鬼怪带来的破坏和维护世界的良好秩序，所以神仙们时常透露出兵将的色彩。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喜欢请点赞、关注、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